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09年7月29号凌晨5点，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孩突然跑进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海淀派出所，一见到值班民警就大哭起来：“警官，我被人强奸了！”值班民警立即将案情向美兰分局指挥室汇报，分局刑警队立即派出刑侦技术人员前往派出所了解案情。受害女孩名叫陈超玲，1982年出生在海南，大学毕业后她到海口一家建筑公司做设计员。凭借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，半年后她被破格提拔为公司项目部主管。她工作刻苦，无心爱情，27岁的她成了让父母头疼的剩女。7月28号晚上，公司举办活动，吃晚饭后，几名中层一起到 KTV 去喝酒唱歌。凌晨1点多钟，老总的儿子徐小勇也来了。22岁的徐小勇刚刚大学毕业，每天混迹于形形色色的酒吧 KTV。凌晨4点多钟，大家陆续走得差不多了，包房里只剩下陈朝玲、徐小勇和一位姓戴的同事，还有徐小勇叫过来的一个姓唐的朋友。陈朝玲提出回公司，徐小勇便驾车与另3名男子一起送他，3人愉悦地答应了。当车开到海边人少路段时，轿车底盘被路面凸起的石块刮到，徐小勇很不耐烦地将戴某赶下了车，改由唐某驾车。徐小勇来到后座，紧贴着陈朝玲坐下。陈朝玲感到气氛有些不对，但天还没有亮，荒郊野外他又不敢下车。正在忐忑之时，徐小勇开始动手动脚，陈朝玲拼命反抗，徐小勇勃然大怒，干脆让唐某将车停在路边。唐某停好车后很识相的下车到一边去抽烟，徐小勇猛地扑上来。挣扎中，陈朝玲悲愤地问：“我比你大，你家庭条件又好，不会缺女朋友，干嘛要这样？”徐小勇一声冷笑：“哼，我乐意，我高兴。”将陈朝玲强奸后，徐小勇以他家太远为由，在瑞西往永发的路口要下车。2个男孩开车扬长而去。陈朝玲悲愤地跑进派出所报案。当办案人员准备将徐小勇抓获归案时，他却畏罪潜逃了。经检验，陈朝玲的阴道分泌物中含有精液，手臂和大腿都有咬伤。那位姓戴的同事和唐某所讲述的也与他的陈述吻合。警方开始对徐小勇往上追讨，案情简单，只待徐小勇归案便可还陈朝玲公道。可是陈朝玲却开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与诱惑，在等待正义决裁的过程中，他的人生天翻地覆。8月3号，陈朝玲硬着头皮回公司上班。徐小勇的父亲徐成找了谈话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徐成提出10万元私了。陈朝玲断然拒绝。正欲离开时，徐总却一把拉住他，声泪俱下的恳求道：“徐小勇是家中独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那天晚上是酒喝太多了的缘故。”夫妻俩希望陈朝玲能给年仅22岁的儿子一次机会，陈朝玲还是硬着心肠拒绝了。几天后，徐成又找到陈朝玲，这一次夫妻俩一起出动，老泪纵横地央求他撤案，并将补偿加码到了20万元，还提出马上提拔他为项目经理。陈朝玲心动了，问：“我撤案就行吗？警方凭什么相信我？”徐成告诉他，这需要他去向警方说明自己与徐小勇是情人关系，当晚因发生争执而去诬告徐小勇。陈朝玲再次严词拒绝。9月底，徐成连续1周没在公司露面，陈朝玲十分矛盾，痛苦之下，他将心思向最要好的同事刘静倾吐。刘静非常震惊，答应为了保密。最后2人都认为，陈朝玲要想彻底摆脱这件事，只能告别供职多年的建筑公司。10月8号，
憔悴不堪的徐成回到公司上班，陈朝林递交了辞呈。令他惊诧的是，徐总对他极力挽留。徐成告诉他，如果陈朝林因此辞职，夫妻俩对他的愧疚将更无以复加。见老总言辞诚恳，陈朝林被打动了，陈朝林留了下来，却觉得有点尴尬。10月中旬的一天，陈朝林上班时忽然听到有人在议论自己，他悲从中来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看来这件丑事还是传开了。果然刘静告诉他，很多同事在下注，他升职证明他贪图钱财，愿意私了。他辞职证明徐总心胸狭隘，私仇公报。陈朝林气得掉头就离开了公司。第二天，陈朝林接到徐成的电话。徐成说，我早就料到事情是捂不住的，你是女孩，事情传开对你的伤害更大，要不然你干脆做我们徐家的媳妇儿，一来算是小勇弥补他的过失，二来也能平息大家的议论。陈朝林为之一振，自己高不成低不就，婚姻大事一直没着落，能嫁给老总的公子，对一个草根女孩而言可谓是一步登天呐。徐成盛情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做客，详谈此事。陈朝林犹豫了半天，低声答应了。10月20号，陈朝林跨入徐家的别墅，顿时被他的豪华装修震惊。徐成将他带到徐小勇的房间，指着墙上一幅幅水彩画对他说，小勇其实是个多才多艺的孩子，小学3年级他的画就送到日本去参展，虽然他贪玩任性，希望你能给他成长的时间和机会，我们再次恳求你。眼看到了晚饭时间，徐成和妻子戴永娇执意将他留下来吃饭。期间，夫妻俩再次告诉他，只要他去公安局翻供，警方就撤销对徐小勇的网上追捕。等徐小勇一回来，一家人就会为两人举办隆重的结婚仪式。陈朝林从两人的言辞中听出，徐小勇在逃期间，夫妻俩都还和他保持着联系，不禁十分吃惊。那他知道你们的决定吗？徐成和戴永娇沉默地点了点头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一家人都是言出必行的人，小勇也会感激你放了他一马，存在感激的婚姻不是更牢固吗？优越的家境，慈祥的夫妻俩，光环笼罩的身份，建立在补偿报恩之上的爱情，陈朝林一时心慌意乱，思虑再三，终于同意了。10月22号，陈朝林来到派出所称，自己与徐小勇一直是恋人关系。当天晚上，两人发生关系后，又因为琐事争吵厮打起来，徐小勇便将他拽下车，扯破了他的衣服，把他丢在荒郊野外，还不肯送他回家。他一时意气用事，就来报案。当时不知道事情这样严重，现在徐小勇因为此事躲在外面，为还他清白，只能请公安局撤案。可办案民警告诉他，强奸属于公诉案件，当事人无权撤案。陈朝林满脸羞愧地离开了。徐成夫妇得知无法撤案，非常失望，两人向陈朝林施加压力，要求他再去公安局翻供，以事情不清、证据不足逼迫警方撤案。陈朝林哭着说，我都已经尽力了，你们别再逼我了好吗？办案人员再次向陈朝林的同事戴某了解情况，并调查几位员工。陈朝林翻供一事立马在公司炸开了锅。好友刘静埋怨陈朝林说，这样天大的好事你居然瞒着我。大多数羡慕的声音令陈朝林再次迷茫了。11月底，陈朝林拗不过徐成夫妇的软磨硬泡，又来到公安局要求撤案。得到的答复是，如果真是他诬告，也要等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由检察院定夺，并且一旦确立陈朝林涉嫌诬告陷害，他将负法律责任。陈朝林再次灰头土脸地回去了。
眼看新年将至，出逃在外的儿子有家不能归，徐成夫妇心急如焚。他们同陈朝林商量，偷偷让徐小勇回来，大家都聚到陈朝林父母家过年。这样万一被人发现，两人的恋情也是对强奸案最大的反击。2010年1月底，一直在三亚躲避的徐小勇在父母的安排下迁回海南。这是陈朝林第2次见到徐小勇，四目相对，异常尴尬，两人从始至终几乎没有对话。陈朝林向父母隐瞒了真相，在海口郊县的父母一直为女儿的婚事发愁，忽然得知她已经有男友，而且家境优厚，两人高兴至极。腊月29的晚上，徐成一家人来到陈朝林家中。吃饭时，陈父谈起两人年龄相差5岁，徐小勇忽然不高兴地抬头问陈朝林：“你比我大了5岁啊！”而后向父母投去不满的一瞥。陈朝林十分窘迫，陈母发现端倪，忍不住偷偷问女儿：“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们？”陈朝林否认了。随后相处了几天，两人都磕磕绊绊。白天，徐成夫妇强行把徐小勇送到陈朝林家，晚上再开车过来接徐小勇。在陈朝林家吃饭时，徐小勇就选择离他最远的位置，只要他说话，他就一直沉默。为了消除芥蒂，陈朝林主动问徐小勇：“我们的事儿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”徐小勇却毫不领情：“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大年初3，徐小勇执意要走，陈朝林同徐成夫妇一起送他。临上客车时，徐小勇忽然回头对陈朝林说：“其实我真对培养感情没有信心。”他的话立刻被徐成呵斥回去。2010年5月，徐小勇又回来与陈朝林见过一次，因为已经无回头路可走，陈朝林已经决心跟他结婚。在公司，陈朝林已是徐家公开的儿媳。2010年6月，陈朝林多次偷偷去海口巴黎恋人影楼试穿婚纱，试了几次后，干脆买了一件婚纱。7月初，陈朝林听同事说在徐家附近酒吧看到了徐小勇。陈朝林大吃一惊，立刻打他家座机问他：“你又回来了，怎么没告诉我？”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徐小勇淡漠地说：“我真的对你毫无感觉，但是我宁愿让我爸给你50万，我也不想结婚。”陈朝林眼前一黑，立刻打电话将此话复述给徐成。徐成长叹一声问他：“如果现在我赔偿你50万，取消结婚的承诺，你同意吗？”陈朝林这才明白，徐成已经背着他默许了儿子的选择。他失控地大叫道：“你们从开始就算计好了！”徐成只得好言相劝，答应尽量做工作，让儿子娶她。7月26号，正在上班的陈朝林意外接到警方的电话。原来7月25号，徐小勇在海南省昌江县一家宾馆住宿时，遇到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。徐小勇言行慌张，被警方看出端倪。经问询，查出徐小勇是一直在逃的强奸案嫌疑人。昌江公安局已经将其押送给海口警方，现在公安局要重新侦查此案。陈朝林慌乱极了，徐成立刻找来一位稍懂法律的朋友，将一份写好的撤案书交给陈朝林。陈朝林照着抄了一份之后，就交给了那名男子。男子承诺在案件移交检察院后递上撤案书，而徐成为让陈朝林安心，于27号在一茶楼内交给他10万元现金，并让他写下了收条。与此同时，海南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犯罪嫌疑人徐小勇的血样与1年前提取的陈朝林阴道分泌物进行 DNA 检验比对，结果显示经斑为犯罪嫌疑人徐小勇所留。通过多次走访深入了解，以及对当天一起喝酒的人充分调查，徐小勇与陈朝林的确是第一次见面。很明显，陈朝林在刻意撒谎。10月19号，陈朝林接受警方传唤，他无意中从办案人员口中得知，徐小勇在长江被抓获时是与其女友同宿，他和女友是在逃亡期间认识的，
在被抓获后，徐小勇很快就对强奸陈朝林一事供认不讳，并否定了陈朝林和他是情侣的种种证词。陈朝林感到天旋地转，悲愤如同万顷惊涛。陈朝林痛哭自首，他承认试图帮助徐小勇逃匿罪行，并道出了事情的始末。据办案民警介绍，徐小勇虽然对强奸罪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很惧怕，但他发自内心的看不起陈朝林的行为，并未真心想过娶她。自首后，陈朝林情绪一度失控。鉴于陈朝林的行为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310条，涉嫌包庇罪。10月25号，警方以陈朝林涉嫌包庇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。经协调，陈朝林的家人于11月中旬将10万元赔偿金退还给徐家。3年后，徐小勇涉嫌强奸罪被正式批捕。由于极度悲愤，陈朝林被捕后高烧引起肺炎。好友刘进得知后，为了交纳的5000元保证金，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。2010年11月26号，从拘留所出来，陈朝林无处可去，他干脆拉着刘进来到徐家讨说法，而徐成夫妇因涉嫌窝藏罪，正在接受警方调查，已被监视居住。焦头烂额的徐成告诉他，此事无法强求，并且律师在前几日也曾向夫妻俩转达了徐小勇和那个女孩的情况。2个孩子两情相悦，女孩在知道事情的始末后，愿意原谅他，并等他出来。徐小勇也表示，既然自己必须接受法律制裁，就更不欠陈朝林什么的了。此时陈朝林彻底明白，徐成在最初提出让2人结婚，也许还有几分真诚，但在徐小勇的反对下，渐渐地开始耍起了心眼，而他却从始至终当着真。刘进也觉得他分析的对，2人揣着对徐成夫妇的满腹怨气，回到刘进位于海口市西沙路的出租房。1个半小时的车程里，陈朝林的精神一直处于崩溃状态，他反复念叨着，他们一家人怎么能这样耍我，伤害我呢？到达出租房已是下午2点多钟，刘进担心陈朝林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，要求他和自己一起去买菜，但陈朝林执意要自己在家睡一会儿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刘进买菜回来，大吃一惊，陈朝林不见了。刘进接连给陈朝林打了几十个电话，都没有打通。就在他焦急之时，1个小时后，刘进突然接到了海口市110民警打来的电话，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名叫陈朝林的女孩，请他速来警局，有事要找他了解。刘进情知不妙，急忙赶到海口市公安局。民警告诉他，有一位疑似名叫陈朝林的女士，1个小时前从一在建商业楼10楼跳下，当场气绝身亡。警方从自杀者遗留在10楼的包袋里找到了死者的身份证和手机，手机上有几十个显示来电为刘进的未接来电。警方于是和刘进取得了联系。在警方的陪同下，刘进很快确认了死者为陈朝林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